从没见过如此齐心协力的小动物。为了秋收各司其职，老马拖起铡刀滚车，大面积收割小麦，很快就完成1亩地的工作。而鸭子在一旁也不会闲着，用嘴叼着镰刀开始整齐划一的收割。不仅如此，还会将麦秆整理好放在一旁。就想问这种鸭子哪里找？接着2只小绵羊则负责运输的工作，将麦秸秆堆放到一旁的空地。然后就轮到山羊和骡子出马，山羊不断用羊角将麦秆托举到马车上，2只小鸭子就负责把麦秆整理摆放好。等到装满车后，就在小猪的指挥下运往下个地点。然而别的小动物都在认真工作，这2只小猪竟然光明正大的偷懒。与此相反的是，勤劳的山羊还在热火朝天的做好分内工作，母牛则将山羊堆的麦秆聚在一起。4只母牛同时一起行动，草堆也变得比之前更大。这边小鸭子们也不闲着，则是组团流水线工作，在老马身后叼起遗落的小麦秆，是要全部抢收回家一个不落。等铁锹装满后，待命的鸭子就利用跷跷板原理，将麦秆交由它的同伴用脚垒起结实的草堆。而农场的小鸡也是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，地里的小麦一根也不放过，辛勤地做着最后的收尾工作。力量虽小，但是也将麦秆堆得老高了。就这样，在大家的齐心协力之下，每个小动物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秋收工作，而农场里也是一片繁忙的景象。小动物们脸上洋溢着秋收的喜悦，就想知道你们家的鸡鸭有这么能干吗？不仅如此，就连小燕子也参与了进来，将麦秆堆雕刻得非常漂亮。不得不说，它们是有强迫症的。由于动物们的勤恳劳作，农场仓库里面也堆满了秋收的果实，而且小动物们还会集合做个秋收总结，确定来年的种植规划及要实现的产量目标。小动物们也实现了翻身农民把歌唱。秋收完美结束后，小动物们就要进入知识的海洋。小猪课堂开课了，就连刚出生没多久的小马也要开始学习26个英文字母。然而这上课睡觉不听讲的样子，是不是像极了小时候打盹的你？这边小猪们则在上数学课，学习基本的加减算术。猪猪老师在课堂上激情讲解算法，还贴心的拿来苹果进行举例。然而等老师一回头，就震惊的发现4只小猪把苹果都吃进肚子里了，还有这只小鸭子竟胆大的想逃课溜走，幸好被父母及时发现，就是免不了一顿批评教育。而公羊更是直接把知识吃进肚子里，以为这样就可以逃避学习。母牛这边的高等数学进程也是一问3不知，更别提这只大绵羊只会一直瞎叫唤。